每个众生都欠地藏王菩萨一句话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中国有4位大菩萨的名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观世音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以及今天的主角明阳教主地藏王菩萨。千百年来，地藏经是佛教各大宗派力推的出镜率最高的经典之一，为何会被称之为地藏信仰？谁是地藏菩萨？地藏经火了千百年的原因是什么？翻看历史，五周时武则天听说于田（今新疆和田）有位高僧名时叉难陀，可翻译佛经，便不远万里从长安派人请大师译经。时叉难陀毕生翻译了许多经典，其中就包括了这本《地藏经》。地藏经又称地藏菩萨本愿经、地藏本愿经、地藏本行经、地藏本势力经，收于大正藏第13册。这部以地藏菩萨命名的经典，记录了一场佛陀升忉利天为摩耶夫人及佛陀生母说法的法会盛况。在这场不可数的会员组成的大会，佛陀详细解读了地藏菩萨的宏伟誓愿，并展示了众生堕地狱的前因后果。据地藏十轮经讲，由于此菩萨安忍不动犹如大地，静虑深密犹如密藏，所以称为地藏。中国佛教寺院中的地藏菩萨形象也很有特点，一般菩萨为头戴宝冠、身披天衣、璎珞装饰的天人像，而地藏菩萨则多为光头或是头戴毗卢冠、身披袈裟的出家僧人之像，一手持锡杖，一手持莲花，或是手持幡幢、宝珠等。据地藏菩萨仪轨、地藏菩萨十轮经等记载，由于地藏菩萨在无佛的五浊恶世即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嫉妒众生，为了让众生能深信因果、皈依三宝，所以显示出家僧人像。地藏菩萨像还常有以一头形似狮子的怪兽为坐骑的，名号曰谛听或善听。地藏菩萨的身世也在地藏经中详细的阐述了。地藏菩萨身世之一，在很久以前，有2个国王，他们管理的国家民众互敬友爱，相敬如宾，衣食无忧，没有战乱。然而他们的邻国却截然相反，偷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2位国王看到之后都非常的痛心，而分别立下誓愿。一位发愿说，我愿早日成佛，度尽众生；另一位发愿说，不度尽众生，我誓不成佛。发愿早日成佛的国王后来成为了一切智成就如来，而另一位就是现在的地藏王菩萨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地藏菩萨这句响彻3界的宏伟誓愿，完全体现了地藏菩萨敢于直面地狱的痛苦和重于铁围山般的责任感，可谓霸气侧漏。这样子想可能会比较抽象，我们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。如今地球不乏难民和贫民，病毒肆虐，饥荒遍野，暴乱不断，甚至秃鹰在天上盘旋，等着饿死的人成为他们的盘中餐。你是否愿意用一生在那里救助他们呢？但这个和地狱的糟糕情况比起来，相当于1和无穷大比大小。而地藏王菩萨在受到佛陀嘱咐后，需要在五浊恶世等待弥勒佛降生。在这个期间，他被称为代理佛，这一等就是56亿7千万年。在这个时间段，没点勇气怎么可以？那么地藏王需要面对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曾为一国国王的地藏，因看到邻国子民的惨状而发大愿，不度尽众生，我誓不成佛。地藏经中也记录了地藏前世曾有地狱救母的孝行壮举，并且结合释迦牟尼佛升天为母说法，以及大乘佛教的众生都如自己父母的观点，最终合为地藏经，亦被称之为孝经。如果说观音信仰能减灭现实痛苦，弥勒、阿弥陀佛信仰能增加对极乐世界的渴求，那么地藏信仰则能缓解人们对死后状况的恐惧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地藏经也是佛陀的遗嘱。佛陀在圆寂前有2部遗嘱，一部是佛遗教经，遗教经重点是对出家弟子讲的，他告诉我们佛灭度以后以戒为师，戒律注释就是佛注释。另外一部遗嘱就是地藏经了。地藏经里说，佛对地藏菩萨托孤，在忉利天宫托孤，托的什么呢？这个范围就广了，时间就长了，就是从佛灭度后到了弥勒菩萨成佛之前这一长段时间内，所有的众生都包括在内，着重在人道、天道。为什么在人道、天道呢？因为人道、天道的众生是法器，人道、天道的众生容易修行，容易成佛。把人道、天道的众生度了，就有更多的人来做度众生的工作。所以这遗嘱涉及的时间长，范围广，也体现了佛的悲心之深重，怕我们堕入3恶道，叫地藏菩萨要多方的保护救度我们。当年弘一大师在听讲地藏经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地在讲堂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今天我们学这部经，应该升起佛恩深重难报的思想，不忍肾道衰，不忍众生苦，才发得起菩提大愿。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诵地藏经？地藏王本愿经适合很多人群诵念，只要发心去念，就自会消除自己的业障，忏悔宿业，以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，超拔他们有无量功德。而以下5种人最好还是多念念地藏经去净化自己。1. 恶业重的人要多念地藏经。现在人都觉得很苦，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心被烦恼恶业捆住了，打不开，所以要转念过来。如何把心从恶业中解除出来？那就是念诵地藏经。这是一部清理我们内心垃圾的佛教经典。心中有苦，就是心中有地狱。我们心里有解不开的结，所以通过念诵地藏经，将心中不好的念头转化为正气。2. 孝顺的人要多念地藏经。百善孝为先，孝顺父母是一切福德的源泉。地藏经是一部佛门孝经，地藏菩萨是最孝顺父母的一位菩萨。多念地藏经，你会慢慢明白经中所说孝顺父母的真正含义。这个孝字是如此重要，你要是孝顺你的父母，将来你的子女也会孝顺你。相反，你要是不孝顺你的父母，你的子女也不会孝顺你。念诵地藏经能够让我们学习地藏菩萨孝顺父母的精神，也能积累我们的福德，把诵经的功德回向给父母，也是功德无量，事事皆顺。3. 怀孕的人要多念地藏经。孩子投胎到这个家庭都是有一定缘分的，无论是善缘还是恶缘，母亲都应该在怀孕的时候修清净心，修福德，让胎儿深深种下善的种子，种善因得善果。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多念地藏经，能为小孩消除业障，让小孩接受地藏菩萨的加持，每天都坚持念诵1遍，以后小孩子也会很听话孝顺的。4. 睡眠不好的人要多念地藏经。睡眠不好会影响自己的精神状态，甚至有些人还会经常做噩梦，梦见恶鬼，梦见死去的亲人等等。这时可以通过念诵地藏经为他们超度祈福，这样噩梦就会慢慢消除。5. 没有安全感的人要多念地藏经。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没有依靠，我们只有找到了依靠，才不会觉得害怕。古印度研究和观察人体达到了很高的境界，他们观察到人体有3脉7轮，影响一个人的安全感就是海底轮。海底轮有连接大地和父母祖先的能力，而地藏经正是利益父母祖先的经典之一。因为一般人与地藏菩萨结缘后，大多以孝入道，依照地藏经来利益自己的亲友。至于某些人说念诵地藏经会招鬼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无非是道听途说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。现在末法时代，众生福薄业重，各种歪理邪说根深蒂固，没有一定文思一定基础的人，自然容易人云亦云。至诚感恩顶礼十方30一切诸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感恩顶礼三宝佛法僧摩诃萨，感恩龙天护法护持正法，感恩一切觉悟者摩诃萨。
末法时代，地藏法门对娑婆世界的众生摄受力最大，众生都怕坠入地狱，惧怕三途的苦难。如果我们能够持经发声，即使只是听闻，也可免除地狱的痛苦，使众生不再流转三途。地藏王菩萨就这样上天入地，依照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言，陪着娑婆世界从地狱超拔每一个众生，然后说不要再来了啊。但因为众生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个性，总会再次遇见。而地藏王菩萨见到你时会说，怎么又来了？我救，还救，继续救，持续救，没完没了的救。无数劫后，我不会放弃你的，但你真的快成佛吧。所以如果说每个众生都欠地藏王菩萨一句话，那这句话就是谢谢您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